王一博爆火却落选。白玉兰奖的天花板与饥饿游戏潜规则。当2011年白玉兰奖的聚光灯没有落在凭借《甄嬛传》成为国民焦点的孙俪身上，而是转向铁梨花中的陈数时，业界已出现端倪。各位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黎春正。今天这期视频，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个最近热度持续升温的话题：王一博与白玉兰奖。为什么这一次没有看到王一博出现在大家期待的话题中心？这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聊聊13年后，相似的历史以更戏剧化的方式重演2024年追风者的提名争议中，观众和市场认知的一番。王一博未获最佳男主角提名，这份荣誉却落在了剧中饰演导师角色的王阳身上。如果说前者尚可归因于两位顶尖女演员的巅峰对决难分伯仲，那么后者则更像是一套精密计算后的选择。当市场热度、观众口碑与权威奖项的认可出现如此显著的偏差时，这究竟是个体遗憾，还是系统性的必然？答案或许藏在白玉兰奖那层被称作艺术面纱的背后。在这里，奖项从来不是一场单纯的演技对决，而是一套融合了行业资源调配、生态平衡、代际更迭等多重考量的复杂系统。通过天花板效应与饥饿游戏这两个核心透镜，我们可以揭开这个系统的运行逻辑，看清一座奖杯如何在不同的演员职业生涯阶段承载着截然不同的重量与意义。深挖天花板效应，功成名就者的无形壁垒。天花板效应在白玉兰奖的语境下，特指那些已经达到行业顶级地位，拥有广泛认可代表作的演员，反而在后续竞争中面临某种无形的障碍，难以再次斩获重要表演奖项的现象。这并非否定他们的演技或贡献，而更像是行业内部的某种防垄断机制。孙俪的案例堪称经典。在《甄嬛传》这个现象级爆款之后，尽管她持续产出《辣妈正传》《安家》《理想之城》等高质量作品，并在2023年凭借《理想之城》再次获得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提名，但实际获奖之路却显得愈发艰难。类似的轨迹在胡歌身上也有所体现。凭借《琅琊榜》确立剧王地位后，他的演艺生涯进入新的高度，但奖项的加冕似乎需要更复杂的考量。这种天花板背后是行业生态平衡的现实需求。任何健康的生态系统都需要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奖项作为行业最珍贵的荣誉资源之一，其分配必须服务于培育新人、鼓励多元的长远目标。当一位演员已经凭借代表作和既往荣誉确立了神格，反复为其加冕不仅会造成审美疲劳，更可能阻碍其他优秀演员的上升通道。奖项的权威性建构也与此息息相关。通过在不同演员、不同作品类型之间制造悬念和扩大表彰面，白玉兰奖得以维持公众的关注度和自身的公信力。如果奖项总是流向同一批老朋友，很容易被批评为分猪肉或小圈子游戏。这对于一个力求代表行业最高水准的奖项而言是致命的。尊敬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王一博热度一直很高，
但奖项和热度之间，到底是不是完全划等号？有人觉得遗憾，也有人觉得真正重要的还是作品和长期发展。如果是你觉得演员最重要的是奖项、口碑，还是观众认可呢？欢迎留言讨论。另外，也有不少朋友问过一博同款风格穿搭，我顺便整理了一些放在评论区下面啦。感兴趣的话，欢迎自己去看看。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然而，天花板对于顶尖演员而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确实增加了竞争的难度，让每一次提名都面临更严苛的审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成为一种另类的勋章。当一位演员的地位已经无需单一奖项反复证明时，其存在本身就是对实力的最高肯定。这种微妙的平衡，恰恰体现了行业内部对成功的多维度定义。解读饥饿游戏法则，谁是奖项的目标投喂者？与天花板效应相对应的是白玉兰奖评选中的饥饿游戏法则。这个法则的核心逻辑在于，奖项就像一场精心设计的资源争夺战，评审标准会倾向于选择那些在特定历史时刻最需要这剂强心针的演员、作品类型或创作方向。这里的饥饿不是贬义，而是对行业生态中不同节点需求的精准识别与响应。在戏剧白玉兰奖与电视节同期举办的专业戏剧奖项中，这种投喂逻辑体现得尤为直接和鲜明。该奖项长期坚持海纳百川的传统，不为名气，不为剧种大小，不为剧团出身。许多来自地方戏曲院团、濒危小剧种的演员，可能职业生涯中仅有一次机会站上这个级别的舞台。比如黑龙江省评剧艺术中心的演员田玉丽，凭借现代评剧走过暴风骤雨获得第33届白玉兰戏剧奖配角提名奖，这对于他个人和整个评剧艺术的传播都具有重要意义。一旦这样的演员在白玉兰的舞台上获得认可，个人知名度、演出邀约和待遇都可能发生质的飞跃，连带着整个剧团甚至剧种都能获得更多关注与资源。电视剧领域的白玉兰奖同样遵循着类似的精准投放逻辑，只是表现形式更加复杂和隐蔽。近年来的评选趋势显示，奖项似乎在执行一套精密的资源分配策略，中生代突围现象频繁出现。那些处于演技成熟期，有稳定高质量产出但尚未被完全封神的演员，往往成为奖项的重点关注对象。他们需要这样一座重磅奖杯来确认其实力派地位，为其打开更广阔的戏路和片酬空间。对于评委会而言，将荣誉给予这样一位处于上升关键期的演员，比给予已经拥有顶级流量、商业价值登顶的年轻偶像，更能体现奖项培育中坚力量的行业功能。鼓励转型信号也十分明显，嘉奖那些成功突破固有戏路，完成形象颠覆性转变的演员。比如演员在长期饰演某一类角色后，突然在完全不同的题材中展现出惊人可塑性，这时奖项的认可就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背书，鼓励更多演员勇于突破舒适区。资源补偿逻辑偶尔也会发挥作用，当一位演员多次与奖项擦肩而过，
但其表演实力和行业贡献有目共睹时，评委会可能在合适的时机给予迟来的认可，完成一种象征性的平衡。回到追风者的案例，从饥饿游戏的视角解读，王一博当前所处的职业阶段，拥有顶级流量和爆款作品，但权威奖项认可尚缺。与王阳的职业阶段，深耕行业多年，演技成熟稳定，但需要主流奖项加冕，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评审眼中，王阳此刻更需要这张提名。这张提名对他来说，是雪中送炭式的关键认证，对王一博而言，可能只是诸多光环中的一个点缀。奖项的功利性计算在此显露无遗，这种计算在过往的争议中屡见不鲜。有观众将某些年份的白玉兰奖吐槽为人情奖或分猪肉奖，质疑某些奖项的颁发是否具有安慰性质，或者是为了平衡各大出品方而设置的特别奖。这些争议的声音恰恰印证了公众潜意识里对奖项纯粹性的怀疑，以及对其背后平衡术的察觉。任何评审机制都无法完全剔除主观因素和行业人际网络的影响。当多位候选人实力接近时，奖项的归属往往就变成了多种因素权衡下的份额分配。演员职业生涯曲线与奖杯的时空意义，要真正理解一座奖杯的价值，必须将其放置于演员完整的职业生涯曲线中考察。我们可以将演员的职业生涯简化为3个关键阶段：崛起期、巅峰期、巩固期、转型、突破期。在不同阶段，同一座奖杯承载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崛起期的奖杯是敲门砖和身份认证。对于初出茅庐或正在积累口碑的演员而言，一座有分量的奖项能够快速提升行业认知度与资源等级，意义重大，但偶然性也最强。这个阶段的获奖往往具有破圈效应，能够帮助演员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巅峰期、巩固期的奖杯则成为王冠上的明珠或防天花板的冲击钻。此时演员已经凭借代表作确立了行业地位，获奖可以进一步巩固其神格，但也开始面临天花板效应的制约。不获奖虽有遗憾，但基本盘通常不会受到根本性动摇。这个阶段的奖项竞争往往最为激烈，因为申评者都是行业的顶尖力量。转型、突破期的奖杯则扮演着通行证和强心剂的双重角色。当演员寻求突破固有形象，尝试全新赛道时，成功转型后获得的奖项认可，意味着新方向得到了权威背书，价值极高。这个阶段的演员也最容易成为饥饿游戏中被重点考虑投喂的对象。一座奖杯的价值并非恒定不变，它随着演员职业坐标的变化而浮动。奖项的颁发实质上是行业系统对演员某个职业节点的一种官方定位和资源注入。这种定位和注入的时机选择，往往比奖项本身更能反映行业的运行逻辑。系统演进、入场券规则的变迁与权力转移。白玉兰奖的评选规则并非一成不变，其历次重大调整都深刻反映了行业生态的演变趋势。2020年，白玉兰奖做出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决定，首次将重点视频网站首播电视剧纳入评选范围。
这一改变使得庆余年长安12时辰等现象级网剧有资格参与奖项角逐。腾讯视频凭借庆余年一举拿下包括最佳中国电视剧在内的6项提名。2023年，改革继续深化，白玉兰奖彻底敞开了大门，将网络视听内容全板块纳入评选范围。这意味着入场券的发放资格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前，这张券只发给传统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现在它同样发给纯网剧、网络播出的精品短剧。那些凭借《三体》开端等作品爆火的网络制作团队和演员，从此有了被主流奖项认可的正式通道。这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进步，更是权力和资源版图的重新划定。它标志着影视行业的核心话语权正在从传统的电视台体系向流媒体平台和网络制作力量倾斜。谁能拿到下一张入场券，不再只看你是否在卫视黄金档播出，更要看你在全网的影响力、口碑和艺术完成度。对于演员而言，这意味着奋斗的战场和被认可的路径被大大拓宽。你可以在网络上凭借一个极其复杂的反派角色惊艳众人，然后同样有机会站在白玉兰的领奖台上。但与此同时，竞争也更加惨烈，因为牌桌上的玩家更多了。份额的争夺战从传统电视圈蔓延到了整个视听内容领域。奖杯之外，系统、个体与观众的共谋，白玉兰奖等权威奖项的评选，是一场融合艺术评判、行业生态调控、资源再分配等多重目标的复杂实践。天花板效应与饥饿游戏是其内在运行的一体两面，共同维系着这个系统的动态平衡。前者防止资源过度集中，维持生态多样性；后者则确保资源能够流向最需要它的节点，驱动整个行业的循环与更新。这种平衡术的运作，在2024年追风者的提名争议中得到了充分展现。根据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章程，男主角、女主角奖项原则上各填报一人，即第一男主角和女主角。申报方必须在内部博弈后做出抉择，推谁上牌桌。这本身就是一场资源分配。追风者剧方最终选择王阳而非王一博，背后的考量可能包括认为王阳的演技厚度在评审眼中更稳，或是用其演技派身份冲击奖项的成功率更高。然而，奖项的得失固然影响个体职业生涯的轨迹，但最终评判一个演员的是时间、作品序列和观众持久的情感记忆。奖项是行业内部的游戏，而真正的丰碑立于更广阔的领域。那些经过岁月沉淀依然被铭记的角色，那些在不同代际观众心中引起共鸣的表演，才是演员最坚实的立足之地。回顾演员的职业生涯曲线，在初出茅庐时需要认可来开启门扉，在功成名就时需要加冕来定义高度，在寻求突破时需要背书来验证转向。或许最需要那座奖杯的时刻，并非是世俗意义上的最成功之时，而是处于关键蜕变节点，急需一股外力来确认或扭转轨迹的瞬间。这既是奖项的权力所在，也是它的温度与残酷所在。它既能够成就一个人，也可能让另一个人在漫长的等待中重新思考自己的方向。
王一博这次现身机场，本来只是一次普通出行，却没想到很快成为大家讨论的话题。很多人第一眼看到现场画面的时候，甚至有一点意外，因为这一次的王一博没有刻意追求复杂造型，也没有选择那种特别抢眼的搭配，相反，他穿得很简单，宽松的衣服，低调的颜色，整体状态看起来轻松又自然，和大家平时在活动现场、舞台上、镜头前看到的王一博好像不太一样。也正因为这种反差，让很多人开始重新注意到一个问题：当王一博离开聚光灯的时候，他真实的生活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其实仔细想想，这种反差并不难理解，因为公众看到的很多时候都是工作中的王一博，舞台上的王一博需要配合作品风格，活动上的王一博需要符合品牌形象，拍摄中的王一博需要进入角色。很多造型背后其实有完整团队参与，从服装到发型，从颜色到细节，每一步都经过反复确认，所以大家习惯了那个精致、利落、状态始终在线的王一博，久而久之，好像也默认他应该一直保持那种样子。但问题是，工作状态之外，他首先也是一个普通人。普通人下班以后会换掉正式衣服，普通人出门会优先考虑舒服，普通人赶飞机的时候也不会时时刻刻像拍杂志一样生活。那为什么到了王一博这里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标准？这其实是很多艺人都会面对的问题，因为公众人物身上一个很普通的小细节也容易被放大，一件衣服，一个颜色，一个动作，甚至一个表情都会被不断讨论。而这次机场出现的王一博恰恰让很多人看到了另一面。你会发现他并没有因为镜头出现就突然切换成营业状态，也没有为了所谓的完美形象特意把自己变成另一种样子，他只是按照自己的习惯穿自己舒服的衣服，完成一次普通出行。某种程度上，这反而是一种难得的真实。其实如果认真观察王一博这些年的公开形象，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的很多选择一直都有自己的节奏，不管是作品方向还是生活状态，包括穿搭，他并不是那种一直追求高调的人，很多时候他更重视舒适感和状态本身。所以这次宽松版型和简单颜色出现，其实未必是随意，反而可能恰恰说明这是王一博真正喜欢的状态。因为舒服，所以穿；因为适合，所以选择。没有那么多额外表达，也不需要刻意证明什么。而这种感觉其实和大家看到的王一博一直很像，安静一点，克制一点，把更多精力放在重要的事情上。比起一直维持完美外壳，他更像是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找到自己的平衡。尊敬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王一博现身机场时的穿搭再次引发了不少讨论，
有人觉得简单低调却很有高级感，也有人觉得机场造型越来越像一种个人表达。不过，也有很多网友发现，真正让大家持续关注的，也许不只是衣服本身，而是王一博身上那种自然又舒服的状态。如果是你更喜欢明星机场穿搭偏日常一点，还是舞台感强一点呢？欢迎留言一起讨论。另外，也有不少朋友问过类似王一博这种简约风、休闲风搭配怎么选，我顺便整理了一些放在评论区下面啦，感兴趣的话欢迎自己去看看，不一定买，参考一下搭配思路也不错。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当然，也有人会觉得，既然是公众人物，是不是应该时刻保持精致？这样的想法其实也能理解，因为大家喜欢一个人，自然会期待看到最好的一面。但换个角度看，真正让一个艺人被喜欢很久的，从来不只是衣服，而是状态，是作品，是长期稳定输出带来的信任感。王一博这些年经历过很多不同阶段，舞台上的光芒，影视里的突破，赛道上的坚持，纪录片里的探索。但不管在哪个阶段，你会发现他始终有一个特点，不会为了迎合所有声音而改变自己。这种坚持不一定最热闹，但往往最难得。所以这次机场穿搭被讨论，也许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谁搭得更高级，而是大家看到了一种更自然、更生活化的王一博。那个离开聚光灯之后，依然按照自己节奏生活的人。某种意义上，这种真实反而比精致更有力量。因为真正稳定的人不需要时时刻刻证明自己，而王一博这一次只是用一种轻松自然的方式告诉大家，工作的时候认真投入，生活的时候舒服自在，这两件事从来不冲突。关于这次机场穿搭的讨论，很快从衣服本身慢慢延伸到了另一个话题，什么才算真正的时尚感？有人觉得时尚应该精致完整，每一次出现都保持高标准状态。也有人觉得真正有风格的人不需要刻意用力，舒服自然本身就是一种表达。于是围绕王一博这次的造型，大家开始出现了不同声音。支持的人认为，王一博这样的穿搭反而让人觉得真实，没有复杂搭配，没有刻意制造视觉效果，就是按照自己的习惯去穿，这样的状态看起来轻松，也更接近日常生活。而另一部分人则觉得，和舞台上的王一博相比，这次少了一些精致感，没有以前那种强烈的时尚氛围。但仔细想想，这两种观点其实并不冲突，因为时尚本来就没有统一答案。有人喜欢设计感，有人喜欢舒适感，有人欣赏完整造型，有人更在意一个人穿衣服时呈现出来的状态。每个人看到的重点都不一样，而王一博这次机场造型恰恰把这种差异放大了。很多人之所以会产生反差感，其实是因为大家太习惯看到工作中的王一博，公开活动里的王一博往往都是经过完整准备之后出现，
服装要配合主题，颜色需要协调，整体状态需要统一，从发型到配饰，从轮廓到质感，每一个部分背后都有专业团队参与，最后呈现出来的不只是穿搭，而是一次完整表达。久而久之，大家会默认王一博就应该一直保持那种状态。但问题是，工作里的形象不一定等于生活里的样子。很多人下班以后会换掉正式衣服，很多人旅行的时候会优先舒服，艺人其实也一样，只不过普通人的变化不会被放大。而王一博作为公众人物，每一次出现都会被记录和讨论，于是原本普通的穿衣选择也会变成大家关注的话题。其实回头看看王一博过去这些年的状态，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一直没有把自己固定在一种风格里，有时候利落，有时候简单，有时候很有舞台感，有时候又特别生活化，不同阶段会有不同表达，而这恰恰说明他没有被一种固定形象限制。工作的时候认真完成角色，生活的时候选择舒服自在，这样的切换其实很正常。很多艺人都会这样做，因为如果一直活在工作状态里，反而很难找到真正放松的时候。而王一博这次穿搭带来的讨论，也让很多人重新意识到，原来一个人的时尚感不一定来自复杂搭配，有时候一个人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知道什么适合自己，本身就是一种风格。你会发现，真正稳定的人很少急着证明自己，因为他们知道不同场合需要不同状态，公开活动有公开活动的表达，私人时间有私人时间的节奏。王一博这次机场造型也许没有刻意追求惊艳，但正因为这种自然感，反而让更多人看到另一种状态，那个离开镜头以后不需要时刻营业，也依然保持自己节奏的王一博。从这个角度看，这次讨论的意义也许早已经不只是穿搭本身，而是在提醒大家，精致是一种选择，舒服也是一种选择，而能够自由切换，并且始终保持自己的状态，或许才是更难得的事情。关于这次机场造型，网友们的反应其实很有意思。有人觉得王一博这次穿得太简单，没有舞台上那种精致感和完整感，也有人觉得这样反而更真实，更像生活里的状态。不同声音一起出现，让这次普通的机场亮相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但仔细想想，这种讨论本身并不奇怪，因为大家对王一博一直都有很多期待。有人喜欢舞台上的王一博，喜欢他每一次公开活动时完整的造型、利落的状态，还有那种很强的风格感。所以当看到这次偏休闲、偏舒服的搭配时，会自然地拿过去熟悉的样子去比较。这种想法其实可以理解，因为一个艺人在公众面前长期建立起来的形象，本来就容易让人形成固定印象。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人注意到了另外一点，那就是这一次的王一博好像没有刻意去迎合镜头，衣服简单一点，
颜色低调一点，整个人看起来放松很多。这种状态和舞台上不同，但并不代表少了时尚感，反而让人看到另一种属于他的感觉。其实时尚从来没有统一答案，有人喜欢复杂设计，有人喜欢舒服自然，有人觉得精致重要，也有人觉得状态更重要。所以同样一套衣服，不同人会有不同理解，而王一博这次刚好让大家看到这种差异。后来一些关注时尚的人也开始讨论这次造型，有人认为这种简单风格其实很符合现在越来越多人喜欢的方向，干净、自然，不刻意表达。当然，也有人提出自己的建议，希望层次感再丰富一点。但不管是哪一种观点，至少说明一件事，大家都在认真看待王一博的形象，而这种关注本身也是一种认可。其实回头看看王一博这些年的公开造型，会发现他的工作状态一直很稳定，正式活动认真完成，作品宣传认真准备，公开露面保持专业。所以这一次私人行程里的轻松状态，并不代表不重视形象，更像是把工作和生活区分开，工作的时候投入，生活的时候舒服。这种切换其实很正常，只是放在公众人物身上，会被更多人注意到。所以这次讨论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也许已经不是衣服本身，而是让大家看到，原来舞台上的王一博和生活里的王一博可以同时存在。精致是真实的，自然也是真实的，而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同时保持属于自己的状态，也许才是更难得的事情。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这期时事通信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来活力，再见。